Hello， 大家好。2025年钟表与其机器表展已经结束了，那么我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个工作，就是瑞士深度旅行探索第3季。本期我将带大家感受瑞士最美丽的火车路线之一的金色山口观光专列，去探访少女峰脚下的绝美童话小镇格林德瓦。不过在此之前，我要赴一场浪漫的春日盛宴，追寻银幕女神奥黛丽·赫本的足迹。Hello， 我从日内瓦来到了莫尔日，来看莫尔日的郁金香。莫尔日位于瑞士西部日内瓦湖畔，在洛桑和日内瓦之间，从日内瓦坐火车仅需半小时便可以抵达。莫尔日地处沃州高原上，面向萨瓦省阿尔卑斯山。在莫尔日湖畔的独立公园，可以清晰地眺望到远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山脉连绵起伏，山顶上终年积雪不化，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芒。看见没有，海鸥？海鸥，我的海鸥。山脉与湖水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远处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感觉好像是钻石一样闪耀。好香啊！这个莫尔日郁金香节起源于1971年，当时沃州花卉协会为了庆祝协会成立50周年，在这里举办了首届郁金香节，大受民众欢迎。此后便年年举办。当郁金香盛放之时，整个公园会被14万株、350多种缤纷的郁金香装点，令人目不暇接。置身花海之中，仿佛能听见赫本电影里那些浪漫故事的回响。我为什么说我喜欢郁金香？真的，我看到郁金香以后，我就觉得它是集高贵和优雅于一身。莫尔日不仅有郁金香让人喜爱，更因为奥黛丽·赫本晚年在此定居而闻名世界。我乘坐703路公交车来到了莫尔日西郊的特洛施纳村，看到了他的故居。这座宁静的居所见证了他远离喧嚣的岁月。一旁的奥黛丽·赫本纪念广场中，青铜雕塑静静矗立，弥漫着静谧与优雅的气息。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来致敬奥黛丽·赫本。好，我现在把时间调到了5点。好了，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在蒂芙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饰演的角色从出租车下来，来到纽约第5大道上尚未开门的蒂芙尼珠宝店橱窗前，开始享用早餐。这个场景成为了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这一场景的拍摄时间是在周日凌晨的5点。从纪念广场沿着小路步行5分钟，就能看到赫本的长眠之地。进去祭拜过之后，我便踏上了金色山口列车的旅程。从莫尔日乘坐火车半小时后抵达了蒙特勒火车站，从这里搭乘向往已久的金色山口快线。到站台9点33分发车。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半，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发车去因特拉肯啦。马上就要发车啦！值得一提的是，瑞士旅行通票可以免费乘坐，但想要固定坐席的话，需要提前在官网上付费预约。金色山口线路的想法诞生于1873年，因茨维西门站轨距不同，当时火车仅服务蒙特勒至茨维西门部分。
前往因特拉肯需在茨维西门换乘。直到2022年底，随着配备了可变轨距车轮或转向架的新列车投入使用，解决了轨距问题，金色山口列车正式开通，可以从蒙特勒直达因特拉肯，实现了150年来的梦想。这条线路将瑞士的法语区和德语区连接起来，让游客在短短3个小时内欣赏到瑞士多样的自然风光和特色人文景观。不仅能领略世界遗产拉沃梯田葡萄园与远处的山峦构成的湖光山色，还能欣赏到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翠绿的牧场、茂密的森林，以及传统的瑞士小木屋组成的绚丽多彩的田园风光。无奈这次天公不作美，列车刚刚开动就下雨了。今天天气不太好，但是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出来旅行就是这个样子，计划永远没有变化，但是享受这趟旅程才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像仙境一样？所以我说下雨天也有下雨天的别样风景。而当我收拾好心情，继续享受这趟旅程的时候，又一个坏消息从天而降。真的是各种意外状况都会出现，车坏了，我们得下来换车了。我们要换车，来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也算是伊布德斯。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景。哎呀，折腾了一路，终于来到了这个格林德瓦。我终于来到了这次格林德瓦的这个酒店了。其实啊，从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坐这个金色山口这辆全景观列车，还是挺开心、挺期待的。但是呢，中途出现了一点点小的意外，就是我们坐的这辆车坏了，然后我们就下来换车，换了大概3次车才到达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旅行有时候的魅力，我觉得就在于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人生一样，你做了规划，但是它依然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只需要享受人生就好。哇塞，这雪山太棒了，若隐若现。哇！折腾了一天，必须要吃肉才能补充能量。我们来到了离酒店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当地特色的煎羊排。哇，好嫩啊！吃意大利餐一定要吃提拉米苏。这次来格林德瓦的主要目的是登 First 山、看风景和徒步。早上起来发现天空依然云雾缭绕，有些小失望。不过有了昨天的经历，这点小状况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行，最痒了，最痒了！希望一会儿能看见雪山。当我们出发去坐缆车的途中，天空终于开始放晴。用瑞士旅行通票购买缆车票可以打5折，感觉赚到了。哇塞，我的运气太好了！现在太阳出来了，我们现在坐缆车要上 First 山顶。25分钟后，我们来到了 First 山的山顶。哇，一个冬天没看上雪了。First 山处于少女峰的区域，明显能感受到这里的游客很多。现在是滑雪季的尾声，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人在雪山上尽情享受着滑雪的快乐，暗自下定决心，明年我一定要体验这份快乐。真的，这个滑雪是刻在瑞士人的基因里的。First 山上最有名的当属这条 Cliff Walk 悬崖步道。我们要走这个栈道，看一看云海。步道于2015年9月落成，耗资150万瑞郎建造的，全长约450米，
沿着悬崖边缘蜿蜒而建，由金属步道和独特的单索悬索桥组成的步道系统。行走在上面，脚下是深邃的峡谷，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心跳加速，是勇敢者的挑战之旅。真的很佩服人类的这个智慧，能在悬崖上面修了这么长的一条栈道。步道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观景效果，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无遮挡的阿尔卑斯山景。最刺激的就是步道的全玻璃观景台，能欣赏到艾格峰雄伟英姿。很多游客都在排队，栈道的顶端还要排队拍照，现在已经排了这么多人了。排了几分钟后，变幻莫测的天气导致风景全部消失，我便果断放弃，开始雪山徒步。First 山的南坡分布了100公里的徒步线路，由于大部分坡道舒缓，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站在这儿能看见整个格林德瓦，看格林德瓦就在那儿。我们现在要徒步50分钟去 First 山的一个高山湖。我们选择了徒步去距离相对比较近的巴哈尔湖，单程大约3公里。这个应该就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吧。一路上幻想着能够看到施雷克峰倒映在湖面上的绝美风光，带给我们无限动力。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但是你看，每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所以继续走吧。哇！人生每一步皆是风景。走了50分钟，不是1个多小时，到这儿了。本来满怀期待的想看到湖呢，搁哪儿呢？下到湖边看一看。这是水了，已经到湖边了，看见没有？此刻的湖面宛如一块巨大的水晶，封存着阿尔卑斯山的冬日秘密。海拔4078米的施雷克峰巍峨地矗立在天地之间，将自身的宏伟挺拔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眼前，让我不禁感叹，这是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雕琢出的杰作。心中虽有遗憾，毕竟没能见到那如诗如画的雪山倒影，只能在脑海中想象。但转念一想，人生不正是如此吗？遗憾就像夜空中的流星，虽短暂，却能让我们记住那瞬间的璀璨。正是这些未完成的期待，未达成的愿望，为我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也为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眼前这片白雪皑皑的世界，远处傲然挺立的施雷克峰，是许多人未曾领略过的风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而这份遗憾，或许正是命运给予我的邀请，给了我一个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理由，让我对未来的重逢充满期待。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下一站我将再度回到库尔与丁姐和姐夫重逢，他们会带我探访怎样的秘境，解锁哪些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请继续关注，感谢大家。